你敢信？中国现在穷到连死都变得不体面，曾经被誉为永远不缺客户的殡葬业，居然也倒下了。是的，2025年了，中国的经济危机终于传导到了死人都逃不掉的产业链最底层——殡葬业。那个号称只要人死就一定有钱赚的行业，现在成了资本市场上的弃儿，成了宏观经济真实冷暖的末日寒潮指标。先别急着笑，这不是段子，而是血淋淋的财报。8月5日晚，香港上市公司有殡葬第一股之称的福寿园发布盈利预警，预计2025年上半年亏损高达2.65亿元。要知道，这家公司去年同期还是赚的，净利润近3亿。什么意思？一夜之间，3个亿的净利润不见了，直接变成2个多亿的亏损，比跳楼还快。这可是福寿园，中国最大的殡葬集团，墓地卖得比商品房还贵，曾经被称为千年不倒的印钞机。现在它也撑不住了。从过去5年财报来看，福寿园的盈利能力在过去一直稳定增长。2021年、2022年，它的净利润分别为6.19亿和5.48亿。哪怕2023年利润下滑到3.73亿，也还是赚钱的。但现在彻底扭盈为亏。你以为只有房地产滞销吗？错，墓地也卖不动了。2024年，福寿园墓地销售数量下降了 23.3%， 殡仪服务减少了 10.4%， 连最基本的入土为安都成了奢侈消费品。一个墓穴动辄10几万，没存款的老百姓根本不敢死。与之对应的是，殡仪馆职员的待遇也在崩塌。2025年，一线城市殡仪馆的月薪降至3500元左右，而且还要值夜班、24小时轮岗、笔试考试。一句话总结：死人越来越多，但钱却越来越少。殡葬业内部的内卷已经到达了荒谬的程度。为了摆脱传统业务下滑的泥潭，福寿园也玩起了科技叙事。2024年清明节，公司高调推出数字复活，只要一张照片、一段语音 ，AI 就能让逝者开口说话。听起来很震撼吧？但真正的效果呢？一条 AI 复活视频要价199元，而淘宝上只要9.9元。结果当然是卖不动。更别提其中涉及到的一系列伦理问题、肖像权、声音权、家属情绪反弹、宗教观念冲突。这个赛道不仅价格不具优势，更可能直接挑战中国几千年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。人都死了，还要被 AI 榨一笔，这不是科技，是商业道德的底线塌了。别以为只有福寿园惨，整个殡葬行业都凉了。2024年，中国5大殡葬上市公司福寿园、福成股份、安贤园、万同源、中国生命集团合计营收同比下滑近20%，一片哀鸿遍野。福成股份 A 股唯一一家涉足殡葬的上市公司，2024年净利润腰斩至5170万元，2025年一季度盈利仅0.24亿元。更讽刺的是，就在死亡潮被频频提及的同时，资本市场对这些靠死人赚钱的企业已不再买账。8月6日，福寿园股价暴跌 9.09%， 年内跌幅超 5%。投资人用脚投票，资本市场对稳赚不赔的信仰彻底破裂。为什么会这样？2个字：没钱了。曾几何时，中国的墓地价格直逼一线楼市，北京郊区一块风水好一点的墓地，动辄20万加。而如今，民政部门大力推广公益性公墓，甚至出现免费墓地加骨灰堂位的组合拳。供给端扩大，需求端收缩，老百姓又没钱，结果就是高价经营性墓地全面滞销。再加上政府主导改革，不允许乱收费，不许炒作风水，连阴间生意的溢价空间也被政策砍掉了一半。而最致命的是，
中国老百姓现在真的没钱了。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仅增长 2.4%， 远低于往年水平。而医疗、教育、房贷压力却只增不减，谁还有闲钱提前买墓地？从前有句话在权贵圈里广泛流传：人活一世，死也要风光。而福寿园最赚钱的业务，正是为这些有钱人、体制内家庭、军队背景客户量身定制的高端墓地服务。坊间传闻，一些豪华墓地造价超过100万元，家属只需一通电话，骨灰盒、仪式、风水、设计一站式全包，比5星级酒店还尊贵。但现在，连王岐山一手主导下的并改系统也开始漏风了。这些年，曾传出多个红色家族在福寿园定制专属陵园、建纪念堂的故事，坊间甚至称福寿园是红色权贵安息地。可如今，就连这些定制单都在悄悄缩水。多个福寿园内部员工透露，高端定制墓地需求明显下滑，原本一年能接数十单的特需业务，现在1个季度也不一定接得上3、4单。为什么？因为体制内现在也怕了，官员不再敢花钱买墓地了。2025年，中纪委继续高压反腐，殡葬系统内部已有多人落马。媒体公开报道显示，某省民政厅前副厅长因收受墓地开发权贿赂数百万而被判刑，引发业内哗然。当死亡都成了生意，而这门生意也纳入政治风控，谁还敢乱花钱？当然了，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名义修建的10万平米大型墓地，自然不在限制之列，这属于革命的需要，自然也不算违规。曾几何时，中国人一生都被房地产控制，而死后也不例外。2019年，中国墓地平均价格为11.5万元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城市突破20万每套，甚至有地方墓地单价超越当地楼盘均价。彼时，福寿园的盈利模型非常简单：拿地、规划、营销，再收割刚需。但现在这套模式彻底崩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整个国家的消费模型崩了。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 3.1%， 创10年来新低。居民储蓄创历史新高，但 M2 货币增速创10年新低。住房市场持续探底，70城中超过 80% 城市房价同比下跌。青年失业率真实数据早已突破 20% 大关，官方甚至直接停发。教育、医疗、养老3座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在这样的大环境下，谁还有心思提前考虑死的问题？中国民众正进入存量焦虑时代，不敢花钱，不敢生病，不敢辞职，不敢结婚，连死都得精打细算。福寿园的问题不只是一个企业的危机，它像一面镜子，照见了当代中国社会最深处的裂缝与扭曲。你拼命活着，但活不起；你辛苦工作，却买不起房；你不敢退休，也不敢生病。如今连死都成了一种奢望。殡葬业从来都是消费末端的非弹性需求，一个人一生只用一次，理论上不会滞销。可当连刚需都开始塌方，就说明整套经济模型已经失灵了。当年卖房暴富的神话已破，炒墓地升值的幻想也碎。福寿园的亏损不是偶然，它是整个体制长期积压的债务、腐败、经济放缓、社会信任崩塌的结果。而更让人绝望的是，没人知道底在哪。中国经济危机的深度和广度已经超出很多人的想象。它不是某一个企业、某一个行业的问题，而是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链条系统性塌陷，从育儿补贴变成生育负担，从房贷奴役到老年无依，如今连死后归宿都成了负担。福寿园的业绩下滑，
目的滞销 ，AI 复活失败，并不只是资本市场的信息幻灭，而是一个时代最深处的悲哀注脚。当你以为最稳定的死亡生意都开始亏钱了，那你就应该知道，中国经济的问题已经烂到根上了。